结婚5年，我为婆家当牛做马，每月3000的工资要交给婆婆2800，可婆婆退休后不仅没分给我1毛钱，反而要我们家每个月再给她5000块，而她自己的退休金和存款则全部交给了大嫂。我的所有财产以后都留给王琴，静静你没意见吧？话音落下的同时，婆婆周桂兰特意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挑衅和得意。妈，您的钱您说了算，我跟志明一点意见都没有。听着大嫂恭维的话，我已经快要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。而就在此刻，老公许志宏紧紧攥住了我的手，凑到我耳边轻声说：“静静，别计较，都是一家人。妈就那个脾气，你让着点她。”面对许志宏的劝解，我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只是盯着婆婆沟壑纵横的脸，心底止不住冷笑。5年来，这家的里里外外和人情往来，哪样不是我在操持？而这个王琴每次回来只会拍婆婆的马屁，现在看来，做得多终究不如说得好。想到这里，我忽然觉得很没意思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妈，我没意见，您的钱您想给谁就给谁，我相信嫂子以后肯定会好好孝顺您的。这句话我说的真心实意，婆婆没想到我这么识大体，立即满意的点点头。还是静静懂事。在这种诡异的和谐气氛中，这次家庭会议就这样结束。回家的路上，许志宏一直在夸我：“老婆，你今天表现真给我长脸了。妈就是老糊涂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。”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，我没说话，我的心已经死在了刚才的会议里。从这天起，我再也没主动回过婆家，有关家里的事情全都让许志宏去处理，而我则像个局外人，冷眼看着他忙前忙后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许志宏终于忍不住开始抱怨：“徐静，你怎么回事？妈叫我们周末回去吃饭，你怎么又要加班？你不是说了让我别计较吗？妈的钱都给大嫂了，养老送终自然也该是他们多费心，我们偶尔回去看看就行了，别抢了人家的功劳。”这番话把许志宏堵得哑口无言。沉默许久后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很快时间来到了除夕，许志宏再次叫我回婆家吃饭。老婆，今年年夜饭咱们回妈那里吃，大哥大嫂也回来，正好人多热闹。听他说完，我没同意也没反对，只说公司年底忙，得看情况。当天下午，婆婆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我手机上，她的语气理所当然，带着命令的口吻：“静静，年夜饭我订好了，6666一桌的套餐，王琴他们快到了，你赶紧过来把账结了。”我拿着手机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万家灯火，平静的开了口：“妈，我不回去了，年夜饭让嫂子结吧，她以后可是要继承您全部财产的。”没等婆婆说话，我直接挂掉电话，打开了家庭群，把早就买好的2张机票照片发了过去，并配上了一句话：“爸妈、大哥大嫂，新年快乐！我跟志宏就不回来过年了，我们出国玩几天。”做完一切后，我拉黑了婆婆和老公的电话，世界就此清静了下来。当许志宏回家时，我正在收拾行李。徐静，你把机票发群里是什么意思？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我们去度假，不回去过年了。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就买机票，妈在福满楼等我们结账，亲戚们都在看笑话。听许志宏的话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当即站起身，把机票摔在了他的面前。第一，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，不需要你的同意。第二，谁爱看笑话就让谁看，反正丢的不是我的脸。第三，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，她把财产给谁，就该让谁去结账。机票给你放这儿了，决定权在你，你可以选择跟我去机场，也可以去福满楼给你妈买单。许志宏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里全是陌生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，不用看也知道是婆婆打来的。他立刻按下接听键，然后打开了免提。许志宏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徐静那个贱人呢？居然敢挂我电话，他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们俩到底什么时候过来结账？一大家子人都在这儿等着呢。没等许志宏说话，我抢先开了口：“妈，我们有点事，就不过去了。”天大的事，有年夜饭重要吗？我不管，半小时内你们俩必须到场，不然就别认我这个妈。还没等我说话，电话就从那头被狠狠挂断。许志宏双手颤抖地握着手机，眼里满是哀求地看着我：“静静，算我求你了，我们先去把年过了，以后的事慢慢说，行不行？”不行。我从怀里掏出那个使用了5年的账本，摔到了许志宏面前。你打开看看。许志宏不明所以的翻开笔记本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满是数字的账单，账本上一笔笔账目记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后面标注着大哥大嫂未承担，最后一页则是一个总结。许志宏，这21万里有15万是我婚前的存款，你告诉我，我凭什么还要去结那6666的年夜饭？凭你妈说，她的财产1分钱都不会留给我们吗？许志宏哆嗦着嘴唇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去吗？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许志宏思考许久，最终还是选择去当了那个冤大头。走之前，他眼神复杂，向我苦苦哀求：“静静，你等我回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”我没回答，只是指了指墙上的时钟。飞机9点半起飞，8点前必须出门，你自己决定。当门被关上的那刻，我的心里没有想象中的难过，反而多出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王律师，我决定好了，启动离婚诉讼。财产分割方面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婚后财产1人1半，账本上为他家庭支出的15万婚前财产，我要求他全额返还。好的，徐女士，我会尽快把起诉材料准备好，到时候联系你。挂掉电话，我拖着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住了5年的家。我没有去机场，而是来到了早就订好的酒店。机票是真的，可我从没想过要走，我要留下来亲手打赢这场离婚战争。刚到酒店不久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：“静静，志宏喝多了，你能不能过来接他一下？”我出国了，接不了。静静，
今天这事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妈年纪大了，说话再不好听，你也不能当众让她难堪。咱们是一家人，闹成这样像什么话？听着许志明这番说教，我只觉得荒谬又好笑。大哥，妈把财产都给你们时，你怎么不说她不妥？许志宏让我忍气吞声时，你怎么不说她不对？现在我只是没去结账，就全成我的错了。你们家还真是双标。说完这话，电话那头的许志明瞬间没了声响，许久后才支支吾吾的开了口：“你这是在钻牛角尖？”我不是钻牛角尖，我只是不想再当那个冤大头。大哥，账本的事情，许志宏应该跟你说了吧？那21万里有你们家的一半，什么时候方便把钱还给我？还有以后妈养老的事情，你们多费心，毕竟她的一切都是你们的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许志明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猜他大概是被我的厚颜无耻所震惊。第二天，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，果不其然，上面有几十个未接来电，还有一条王琴发来的消息。徐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过年的闹得全家不安生，有你这么做媳妇的吗？你以为你躲出去就没事了？赶紧给我滚回来！我没有理会这段文字，而是收起手机，打算出门逛逛。可刚走到酒店大堂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就出现在了我面前。许志宏查了我的消费记录，顺藤摸瓜找到了酒店。静静，你果然没走。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丢下你一个人。我们回家好不好？看着许志宏写满了悔恨的脸，我的心里毫无波澜，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他。许志宏，我们回不去了，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字了。离婚协议书5个字让许志宏如遭雷击，他看着手里的几张纸，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气。离婚？你疯了吧？就因为6000多块钱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钱，压在我身上整整5年的大山，我不想再背了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你说过要跟我一辈子的。因为那时候你妈还没说她的一切都要留给大哥，那时候我还没把我的嫁妆拿出来去填你们家那些没完没了的窟窿。我的话像一把刀戳进了许志宏心底，他的脸上再无半分血色。静静，你放心，那21万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还给你的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说完这番话，许志宏上前想拉我的手，被我立刻躲开。晚了，在你选择去福满楼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此话一出，许志宏终于崩溃了。徐静，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到底要我怎样你才肯原谅我？我看着许志宏的模样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。他到现在还觉得这只是原谅的问题，根本不明白这不是一场可以讨价还价的争吵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告别。我只要你在这份协议上签字。还没等许志宏开口，我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亲戚朋友开始对我轮番轰炸，劝我大度，别冲动，夫妻没有隔夜仇，我则一概不理。直到1周后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周桂兰打来的。静静啊，之前是妈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的钱和房子以后也有你和志宏的一份，你别跟志宏离婚了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听着电话那头的话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阿姨，您的钱和房子我一分都不要，我只要离婚。听完我的话，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再次开口时，周桂兰带上了哭腔。徐静，你非要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吗？志宏可是你丈夫啊，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当初你宣布把财产都给王琴的时候，念过我和许志宏的旧情吗？在你让我去结账时，想过我也是你儿媳妇吗？说完这一切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与此同时，王律师的电话也打了过来。许女士，许志宏那边不同意离婚，他说只要你肯回家跟他好好过日子，愿意把他名下那套公寓过户给你。那套小公寓是许志宏的婚前财产，地段好，市价至少200万，是他最重要的资产。他居然这么轻易就拿出了这张底牌，只是为了不和我离婚。我忽然想明白了，许志宏并不是舍不得我，而是怕他孝子和好丈夫的面具被我撕碎。王律师，麻烦您转告他，公寓我要，婚也必须离。我的回复激起了许志宏最后的疯狂，他直接找到了我的父母，声泪俱下的控诉我的无情，并且发誓自己会痛改前非。于是，在当晚我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静静，夫妻俩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走到离婚这一步？一旁的父亲抢过电话，语气坚决地劝我坚定立场。别听你妈的，这个婚必须离，我女儿不是给他们家当牛做马的。听着电话里父母截然不同的语气，我当场红了眼眶。爸妈，你们别担心，这件事我自己能处理好。安抚好父母后，我立刻给王律师打了电话。王律师可以启动下一步了。好的。第二天，我把律师函和账本复印件一并寄到许志宏单位，要求他们全家人3天内归还我的21万，否则我将正式提起诉讼。大哥许志明在一家公司当小领导，平日最看重的就是脸面。不出我所料，半天不到，许志明电话就来了。徐静，你把东西寄到我单位是什么意思？你想毁了我吗？大哥，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钱。你有什么脸要钱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大哥，你别在这讲笑话了。当初妈分财产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一家人？现在要你还钱了，你倒想起咱是一家人了。别整那么多废话，3天时间，21万1分都不能少，不然咱们就法庭见。我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传来了粗重的喘息声。我知道他怕了，一个在乎名声的人，最怕的就是被撕开体面的外衣。钱可以给你，但你必须跟志宏和好，并且以后不许再提离婚的事。不光这样，你还要去我爸妈那里道歉。许志明这番话成功把我逗笑，我万万没想到一个已经将近40岁的男人，居然直到现在都没搞得清楚状况。大哥，现在可是我在跟你们提条件，钱必须还，婚也必须离。至于道歉也不是不行，让周桂兰和许志宏带着现金去给我爸妈跪下道歉。
歉。要是能逗我爸妈开心，我也就不追究你们了。徐静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没再理会他的咆哮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当天晚上，许家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我在家族群里看到了信息，大概能想象得到里面发生的腥风血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的银行卡就收到一笔转账，您的账户收款10万元。紧接着，王琴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徐静，算你狠，钱已经给你了，你马上把律师函和账本复印件都给我收回去。我看着银行上的余额，淡淡的回复：嫂子，这钱好像不对吧？什么不对？说好的一人一半。当初妈说财产都给你们的时候，可没说一人一半啊，所以这钱理应你一个人出。徐静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就是得寸进尺了，你能怎么样？今天下午5点前，我要是看不到剩下的10万，就别怪我把律师函再往你单位送一份，顺便也给你儿子学校的老师同学都看看，他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传来了王琴崩溃的尖叫，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当天下午，剩下的10万准时到账，账本上的所有欠款已经全部结清。我看着银行卡上的余额，内心一片平静。而这并不是结束，只是清算的开始。王律师，初始计划已成功，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1个小时后，一份新的离婚协议送到了许志宏的手上，协议内容和上一份有着天壤之别。之前我还念着旧情，只要求分割共同财产，而这一份我不仅要他净身出户，还要支付我精神损失费50万。没多久，许志宏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徐静，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？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。房子是婚后我们一起还贷的，凭什么全给你？还有那套小公寓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你凭什么要？听筒里的嘶吼在练，也掀不起我心头半分涟漪。许志宏，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签了这份协议，我们好聚好散，要么我们法庭上见。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拉开酒店的窗帘，窗外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这个城市依然繁华，而我即将在这里开始我的新生。就在2天后，我接到了王律师的电话。徐女士，许志宏同意离婚，不过他希望能当面和你签协议，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见你，想把话说清楚。可以，明天上午10点，让他到律师事务所见面。说完这一切，我挂断了电话。这场持续了近半个月的战争，终于要迎来结局。第2天上午，我来到了律师事务所，许志宏已经到了，身旁还坐着婆婆周桂兰和大哥许志明。王律师把2份协议推到了桌子中央。许先生，协议的内容您的律师应该已经跟您核对过了，如果没有异议，就可以签字了。许志宏拿起笔，手却控制不住的发颤，他抬眼望向我，眼底布满血丝。徐静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这5年你对我对这个家到底有没有过真心？真心，我的真心，在我用嫁妆给你爸交医药费的时候，被你当成了理所当然；我的真心，在我为你家操持里外，你却让我忍气吞声的时候，被你扔在地上践踏。许志宏，我的真心早就被你们一家人啃得连渣都不剩了。听了这话，许志宏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此时他身后的周桂兰再也坐不住了。徐静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家哪点对不起你？你竟然这么污蔑我们！要不是我们志宏，你一个外地女人能在这个城市立足吗？我懒得跟他争辩，目光则看向了许志宏。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？坐在一边的许志明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：志宏不能签，这个贱人就是在敲诈，我们去告他。好啊，去告。王律师送客，我们准备起诉材料。妈，大哥，别说了，再闹下去，我们家就全完了。紧接着，许志宏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是彻底的死寂。我签。说完，许志宏拿起笔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拿过协议，确认无误后，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们再无任何瓜葛。王律师，剩下的手续麻烦您了。好的，徐女士。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，周桂兰突然像疯了一样抱住我的腿。徐静，你不能走，你把我们家都毁了，你这个丧门星，我们许家娶了你是倒了8辈子霉，你把钱和房子还回来。我看着他撒泼打滚的样子，只觉得恶心。接着我拿出手机对着他的脸，打开了录像功能。周桂兰女士，请你立刻松手，否则我将以诽谤和人身骚扰罪对你提起诉讼。这段视频会是呈堂证供。听我说完这番话，周桂兰的哭声戛然而止。这时许志宏赶紧上前把她拉了起来。妈，你不要再闹了，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，我的家没了，我的老婆没了，你们满意了吗？我懒得再与他们纠缠半句，转身径直走出了律师事务所。积压已久的压抑瞬间散尽，心底一片澄明轻松，连迎面而来的风都带着久违的自由味道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来电是个陌生号码。请问是徐静女士吗？我是启明集团人事部的，我们收到了您之前投递的简历，您的履历非常优秀，我们总监对您很感兴趣，请问您明天上午有时间来我们公司面试吗？那份简历是我决定离婚后随便投的。启明集团是这个城市最好的互联网公司之一，我从没想过会有回应。接着我强压着内心的激动，平静地开了口：我有时间。好的，那我们明天上午10点公司见。好的，谢谢您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街头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。我知道这不是难过，是重生。1个月后，我担任了启明集团市场部经理，工作很忙，也很充实。很快我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轨，而许家却陷入了一地鸡毛。我从以前一个关系不错的邻居那里听到，那天在律师事务所之后，周桂兰大病一场，在医院住了半个月。这一次没有我这个免费保姆，许志宏忙得不可开交，王琴更是以要照顾孩子为由，一次医院都没去过。直到如今，周桂兰才意识到我才是这个家里真心待她的人。在这之后，周桂兰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，电话里她哭着求我原谅，她说只要我肯回来，把老房子卖了钱都给我。我只是平静地听着，然后回复她：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
后来我换了新的手机号码，彻底和他们断了联系。半年后，我在一个酒会上遇到了一个男人，是启明集团的技术总监，他叫周正，也是当初看中我简历的那个人。我们聊得很投机，后来他开始追求我，他不在意我离过婚。我欣赏的是你的现在和未来，过去与我无关。就这样，我们在一起了。在周正身上，我感受到了从来没有的尊重和平等。周正有一套大平层，视野特别好。周末，我们喜欢窝在阳台的沙发上，喝着咖啡，看着天空。这天，他抱着我，突然开口：“你后悔过吗？”不后悔，我只后悔没有早一点遇到你。说完这话，周正吻了吻我的额头。以后有我。我靠在周正怀里，望着窗外满城灯火，内心一片安宁。那段狼狈不堪的婚姻，终究成了一场远去的旧梦，而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。